在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介绍了华为 P9，在那期节目之后，我非常的后悔和懊恼，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在顶尖名录里介绍任何的手机，任何手机。OK， 我发誓。不过呢，在那期节目里面还出现了一台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的徕卡相机，而这期节目我们就要把它的介绍补上。那么今天呢，我们既然要讲一个有关于徕卡的故事，我们要讲一台徕卡相机。那么你肯定会觉得我现在就要开始讲有关于徕卡的历史，什么开创了135啊，什么马格南摄影社呀，不啦这些东西。徕卡至于摄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牌，而徕卡自己的历史对于它这个品牌本身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书和一个资源价值。但没有任何一个品牌仅靠它的历史就可以屹立在市场上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很多我们喜欢的品牌就不会消失了。所以今天通过我手里面拿着这台徕卡的最顶级产品线的产品，我们通过它来讲一讲徕卡现在到底在做什么，而它又想要去做什么。我个人认为，徕卡今天的徕卡对于摄影和摄影市场有着一种独到的见解，而这也使得它的产品和这个品牌保持着一种独一无二。这是徕卡 S2，是徕卡所生产的第一款中画幅单反系统，它产于09到12年之间。徕卡为其配备的是一个30×45毫米的柯达 CCD 传感器，有效像素3750万。更重要的是，徕卡还为这个系统特别定制了10支镜头，这也使得徕卡 S2 成为市面上为数不多的专业中画幅系统之一。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山水美术馆啊，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私人美术馆。那么在这儿呢，实际上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孙木桥，他和他的这个同事们主持策了一个私人的毕加索真迹展啊，就在楼上，应该也是据我所知在国内非常大的一个非常专业的毕加索的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通过分析 S2 这台机器的设计，来阐释和剥离出当今的徕卡到底在做什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S2 这个机器，你猛地一看，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它是一台单反。它的这种设计和它这种外形非常具有识别度。不过，当你拿起这台机器仔细的去端详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现在的你市面上能够看到的其他相机都不一样。首先，你会看到它上面非常大胆的使用了纯平面，很多纯平面，还有一些个线条非常流畅的弧面，使得这个机器看起来非常的前卫，非常的概念，而且它的机身顶部竟然只有一个波轮。而且这个波轮还是一个快门速度的波轮，这些个东西集合在一起，使得这个机器让你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纯概念性的产品，是一个抽象化了的单反的化身。如果让我去选市面上的任何一个单反相机来代表所有的单反，那么我可能选的就是这一台。你看到它的外形是非常的优雅。原来的底片，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没有那么亮，它是处理过，它把那块给提亮了，就是让后面那个灰度比较均匀。我觉得如果这个地方比较黑的话，这张照片看起来就肯定跟这现在这个不一样了。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徕卡 S2 的设计在外观上使得它清新脱俗，脱离了低级的趣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至少我认为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么它的设计在使用上又有什么样的取舍和侧重？首先，我们就要来说一个概念，
这个机器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它由于为了它这个外观啊，它舍弃了很多的按键。作为一个专业机来说，这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你知道，像佳能、尼康这种相机，它的专业机上面布满了按键。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按键？我现在要抛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这些个佳能、尼康这些个专业机器，它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使用者完成工作，所以它需要有很多的按键。所以它需要有很多的快捷方式，可以迅速的操作这台机器。那么，我现在手里这台机器，它舍弃了这些东西。S2它设计出来是为了什么呢？它是为了让摄影师体验一种至高的操作体验，这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它是怎么来提高摄影师的这个操作体验的。第一个，摄影师永远最看重的就是取景器。徕卡为 S2配备了一个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亮的取景器，你们可以看一下，没有之一，它比我的手指头还要大，巨大无比。作为一个摄影师，通过取景器看到的东西又清晰又明亮，这种东西是最重要的。其次呢，这个机器虽然刚才我们说了，它线条非常的硬朗，非常的概念化，但是它机身底部整体是由一个橡胶的部分覆盖了，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你的左手托着这台机器，永远不会觉得不舒服，不会觉得哪里会硌手。还有就是由于它舍去了很多的按键，它的这个把手也尽可能的做到完完全全的人体工程学，它不用去考虑太多的去迁就什么肩屏啊，上面的各种快捷按键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把手，你把手放上去，手指就会自然的放在快门上，非常的舒服。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概念化的超级漂亮的相机，它还是一个为了摄影师的摄影体验而服务的相机。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展出的都是一些个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我对于这个青年艺术家的这个作品可能会更感兴趣，一部分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还是感兴趣一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徕卡相机这台 S2的图像质量。众所周知啊，徕卡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倾向，这叫做徕卡色啊，有人管它叫德味儿啊，读德大学啊，德味儿。实际上呢，就是可以被理解为徕卡有一种具有倾向性的色彩调节在机身内部已经内置了。那么，如果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呢，一台相机不应该对于图像、对于影像有一种偏好性的改变。那么，应该把这个主动权留给摄影师、留给后期、留给制作。但是呢，徕卡把这件事情做到了机身里面，而且它是一种非常让人认可的一种色彩。这样的话呢，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更加的专注于去拍摄本身，然后不是在想象我这张照片要怎么后期，然后要添加什么颜色，哪里要怎么涂改。实际上，据我所知，多数的徕卡的用户，无论他是艺术摄影师还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他们都更倾向于不去后期。我觉得这是一种徕卡的一种成就，它让人们更加的专注于摄影体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摄影体验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我得到了什么，我再做什么，再做什么，再做什么。它不是一个用来挣钱的一个东西，它不是生产线。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机器的菜单也被设计得非常的简练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尤其是这个第一代 S2 系列的第一代，就相当于是，那么后面还有 S006、S007。S2 的这个菜单简直就像小霸王学习机一样，可以说是简陋啊，非常的无话可说，不知道怎么应该评论它。
然后它也把很多专业机中的这些功能全部都省略掉了，比如说非常复杂的对焦模式啊、对焦辅助啊，非常复杂的这个图像的调节，什么锐度多少档、反差多少档，做的很简化。一方面你可以说是由于徕卡的技术没有那么好，它可能没有办法在专业领域去跟佳能、尼康抗衡，这么说也对。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徕卡扬长避短，它没有去跟佳能、尼康拼那些东西，它而是直接把这东西做得非常简化。最终的结果就是你拿起徕卡，直接就可以去拍。拍出来的就是你想要的，你脑海里面知道的那个徕卡的特定的色彩，这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今天我们看这次展，我觉得最好的一幅作品就是这个，它是由一个叫菲菲的12岁的小朋友画的。那么今天呢，通过这个节目，我们聊了徕卡 S2的外观设计，它是非常的前卫、非常概念化的。我们还聊了它的这个操作方面的设计，还有它的图像，还有它的菜单，那些个设计呢是非常偏向于摄影者的这个个人体验的。那么综合起来，它是一种什么概念？当今的徕卡又是谁呢？我给想了一个词，叫做去工具化。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徕卡所有的产品，你都很难给它一个明确的市场定位。它是给运动摄影师制造的，它还是给婚纱摄影师，它还是给那些个记者，好像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徕卡有一个潜在的明确的市场定位，那就是给那些个摄影的爱好者一个非常纯粹的摄影的体验。那么大家看一下，在我身后呢，这5幅作品是毕加索早年的这个习作，他在模仿别人的这个风格，从中汲取。我觉得摄影这个行业也经历了一个同样的发展的过程。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断的精进技术，去把相机做得越来越好，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到今天，相机已经做得非常完美了。我觉得它下一步应该是去追求纯粹的体验，给客户、给市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的相机，而不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就像是毕加索去开创了立体主义，我希望未来所有的相机品牌也都可以像徕卡一样，去专注于摄影爱好者那些个拍摄者的体验，而不是去完成什么功能。徕卡的产品也许并不是完美的，甚至很多有着致命的缺点，但是就现在为止，它还是市场上的唯一。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那么的喜爱它。它们分别是徕卡的顶级中画幅单反系统徕卡 S2， 哈苏的顶级中画幅单反系统。通过这幅作品证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摄影来拍妞，通过拍妞来泡妞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文艺小清新。台球桌的后面露出了巨大的阴毛，然后一只兔子蹦蹦跳跳地逃跑了。我不太适合艺术。